普京首次表态想改变核战略，俄军是否要使用核弹来结束俄乌冲突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冬天的乌克兰战场愈发残酷，丝毫看不到冲突能够结束的希望。在乌克兰使用前苏联时代的无人机突袭俄罗斯纵深机场之后，意味着俄乌冲突进入了相互袭击对方纵深目标的新阶段。莫斯科已经不再安全了，这进一步凸显了俄军在常规作战力量和防空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普京最近在一次谈话中表示，俄罗斯可能改变不率先在冲突中动用核武器的军事方针。普京在吉尔吉斯的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军的战略中有这一项，文件里呢也有载明，起到预防性打击，而这一点俄罗斯没有。我们这边是在战略中制定了报复性攻击，也就是说，美国的核政策是不排除解除对手核攻击力的可能性，而俄罗斯的方针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动用核武器。普京强调，如果潜在对手认为采用预防性攻击是可能的选项之一，而俄罗斯不这么认为，那么俄罗斯仍要考量自己面临的威胁，所以俄罗斯可以考虑采用美国的最佳做法，这是一个确保自身安全的点子。要注意，普京在当天的谈话中未承诺俄罗斯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想学习美国人的玩法，对核战略进行改进，采用预防性攻击的选项。如果普京是认真的，那意味着俄罗斯在获悉潜在对手要发动核打击之前，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行动。美国媒体 CNN 因此呢开始炒作说，普京会不会暗示要使用核武器来终止战争呢？对俄罗斯而言，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常规作战击败乌克兰有很大的难度。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存在通过使用战术核武器结束这场冲突的可行性吗？答案是仍然不太可能。首先，对乌克兰先发制人的使用核武器，虽然不至于遭到美国和北约的核报复，但是俄罗斯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外交压力，西方国家集体俄罗斯断交成为可能，甚至呢将俄罗斯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当今世界，核武器用不得已经成为大国之间的共识。乌克兰并没有核武器，所以俄罗斯不能以会遭到乌克兰核打击作为借口，因此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并不成立。还有一点，俄罗斯到现在甚至还没有对乌克兰宣战，从核战略角度看，就不存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其次，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可能也不那么管用。核武器分为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在一场冲突中使用战略级别的核弹，俄罗斯还真不能也不敢这么玩。而战术核武器的杀伤半径往往只有 1.5 公里左右，这类核武器主要是用于进攻作战时摧毁对手的坚固防线和重兵集结地域，但会带来较为严重的核辐射。俄乌冲突的战线绵延上千公里，双方分布在各处的兵力都不算多，使用战术核弹对改变战局的意义相当有限。如果俄罗斯通过在蛇岛这样的无人岛上使用战术核武器来恐吓乌克兰，估计呢作用也不大，泽连斯基政府多半不予理会。最后，一旦俄罗斯使用了战术核武器，会导致目前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国家都将面临极大的站队压力。许多保持中立的国家都表达过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观点。如果俄罗斯真的使用了核武器，那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灾难。所以，俄罗斯虽然是全球最强大的核大国，但是这种武器只能用于威慑美国和北约，让他们不敢下场参战，而在规模有限的常规战争中不大可能使用。俄乌冲突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俄军与乌军的鏖战，并非普京谈论是否改变核武器使用政策就能结束的。因此，普京上述言论中所说的有可能改而采用主动攻击性核战略，
针对的很可能是美国这样的核大国，而不是乌克兰。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